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名，只是标题啦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乱拍新车系列啦。今天我的人呢就特地飞到来北京 Auto Show 2024年，就是冲着来看一辆叫做小米的速7。我相信大家在抖音那边都刷到很多这辆车了吧？可是呢，我是位马来西亚人，我一定要带大家第一眼视角去看一下这辆车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那这辆车呢，它总共有2个等级呢，一个是双马达，一个是单马达啦，就是 rear wheel drive 和 all wheel drive。如果是双击马达的话呢，最大马力能够产生673HP，还有838个牛顿米的，0到100加速为2.78秒。据说呢，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行驶800公里。而且比较吸引我的眼球呢，是在我身后这辆中，带你们去看第一人称的视角去看那好视频。现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啦，到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然后我们说我们去看车 ，Let's go。各位兄弟们，眼前这辆就是一个小米的速7，这辆车是成为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，因为毕竟小米真的是在我们家电里面啊，做了我们日常非常方便生活的一些用品啊。那它是人生中第一次推出了第一辆电动车，这个款式呢，坦白说看起来是非常的帅气，非常的好看，所以我真的是蛮期待的。它的车身长度为4997 mm，1963 mm 的宽度，1440 mm 的高度，所以呢，它的轴距是3000 mm 的，尺寸呢都是比 BYD Seal、Tesla Model S 还有 Porsche Taycan 呢还是来得大一点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组头灯呢，除了它有一点像保时捷的那个4个 DDR2 的日行灯之外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切风口，这个是真的是有动的哦，它可以通风到这个，让我们的轮胎可以降温，还有我们的卡钳。那这具卡钳的话，我看到这里是一个6活塞的刹车卡钳啊。来自于 Brembo 的，是非常的运动化，有没有？这个轮毂的 logo 你会看到它这里是打直的，当然它是跟着转的啦，因为车长的关系，当然要把它摆得漂亮一点。配搭这套来自2540R20寸的 Michelin Pilot Sport EV， 车身高度为大概3根手指啦。如果打开后尾箱，这边有一个按钮按一下，就会自动打开了。只要它关的时候，它就会这样的。就踩了，当然你不要等到它夹完了之后啊，你的手才放下去，就到一个底键，它肯定会 lock 起来的。尾箱这边就有一个洞，可以给你放东西，还有一个 power socket 在这里，还有一个小挂钩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了，完毕。非常帅气哦。这种贯穿式的尾灯真的是现代的车里面都看得到，可是呢，它有一个层次感的。你会看到这里有1条、2条、3条的线，然后这一块模组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些小细节在里面。如果打开这个前面的 front 呢，就是要通过里面的直接按一下，它就可以打开了。我多么希望这个 logo 会小一点的哈，蛮明显的哈，这个小米哈。OK， 所以就是跟 Tesla 一样啊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洞，可以放你任何东西你想要的。然后这边可以加一些雨刷的水啊，这边盖。好，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多少 RPM。21000 RPM， 495 kW， 还有838 Nm。然后这辆车很多镜头哦，这边旁边还有一个车身，还有车尾都有一个。那开启门方式呢是一个电磁阀，你只要按一下这边它就打开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很多那些无边框的门哦，你打开之后那个窗就会微微弹起来的啊。如果是你关闭窗的话呢，它就会微微下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哈。OK，let's check soft close。
哎，我才发现到一点呢，它有来小米，来小米。soft close man。首先来打开门之后，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一些像类似像阿坎塔的这些材质，室内的气氛灯，打开门的按钮，开窗的按钮。有点看不惯了，毕竟小米都是做一些家电的东西，突然来一个车子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一个类似像 semi bucket seat 的，非常的 sporty， 非常的运动化。这个头枕，我看这边音响有写的小米的。这个谁嘞 OK。啊，可惜啊，我这背的背包有点不方便，把它撤下来，但是坐姿 OK。前面还有一个前景天窗，打开，哇，里面还有 carpet。老板，这样都给你找到首付，首付，他这个套首付，我不介意，他不介意在马来西亚驾走驾的，不介意，不介意，不介意。这个座椅往前调一点，靠面往前倒一点，关闭空调，副驾驶座打开一半，打开主驾驶座，播放稻香。好了，往前调了10%。好呢，一起来我这样说完他听最后的哇，真的是智能哦！你可以直接跟小爱同学说，你要做完所有东西，不用一个一个来跟他讲。所以这个主机上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。如果你是用小米手机的话呢，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放在这边，它可以投射在荧幕上面，还可以分3个荧幕。OK， 这里有2个小小的荧幕呢，其实应该是可以换的。目前为止，这个是换成一个自然值，还有一个 Rain 在这边啦。然后你会看到这边其实是一个可以拆下来的装置，因为我们有时候驾车还是有这些按钮会比较方便一点，比如说音量按键啊、冷气的按键啊，在这边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一键启动啊，冷气的温度啊、冷气风速啊 ，OK， 车身降、升高、升低啊，都非常的方便。这边还有一个手扶箱，开2边。中控的下面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洞，可以让你放东西。这边还可以选配一些装置哈。它是无线的 SOS 关闭镜头。无边框的望后镜啊！哇，这里有一个很像 iPad 那些卡布有没有？很难呢，后面有推行车呀。打开门。现在在国外哈，所以你看到这辆车是这个主驾驶，看到这里有一个 NFC 啊，也可能就好像 Tesla 这样的用一个卡可以解锁。OK，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镜头。坐进来这边呢，小米依然是保留着一个小荧幕啊，像 McLaren 这样的设计。当你打到这个马达之后呢，它就会把这个荧幕转上啊，之后你就看到这边还可以一个档位显示啊。换挡的方面呢，就好像奔驰那种Y档的，给这一个 P 档。哦，这个就是它的方向灯。OK， 哦，这是它的方向盘，长得非常的不算大，我觉得这个尺寸呢应该有320mm 到330mm 左右的。这边呢就是一个驾驶模式，可以转。这些按钮、音量按键、跟车系统，真的是非常有战斗感就对了哈。这是3.1寸的一个3K 的荧幕，所以还有风琴视踏板 ，Aluminium pedals， 所以第一视角已经拍给你们看了啊。好，大概是这样了。时间有限，这边就可以选配一个荧幕，可以装上去的，大概是在一个拳头的位置。由于前面的博主的脚比较短的关系，把汽车的座位已经调整成比较前面了，所以我有这么大的腿部空间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后座冷气出风口，还有2个 Type C。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，至少它吊在中间的，它不是跌下去的哦。你看，由于现在很多车都是有这个全景天窗，所以看的这个都毫无压迫。门板这边还有7分灯啊。还有一个喇叭在这儿，这个就是一个小米的平板电脑了的哈，所以这边可以快速的控制啊地图啊、空调、冷气啊，你可以这边调后座的空调，然后它就是可以一些娱乐系统啊，可以刷一下抖音啊，还有声音出来嘿，多好！然后啊，就是当我推到最外面的时候呢，它就是一个平板电脑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设置啊，就是一些小米平板电脑就对，还有相机啊，可以拆下来的哈，它是一个 cover casing 放在这边的。这个就是小米汽车的扩展屏了 ，OK，That's all。好了，各位，所以这一期的这个快速第一视角就带你们看到这里，我真的人很多，我排队进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后面还有这么多人要排队哈。这里的售价好像是20多万人民币吧。如果是有一天来马来西亚会卖多少钱呢？你们留言下面给我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辆车啦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我接下来还会去看这里有什么车，我接下来再拍影片给你们看。那如果喜欢我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啦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